好，又到了经典的存档锐评环节，这一期应该是今年的最后一期存档锐评啦。不知不觉我已经做了快一整年的存档视频了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忆中特别有趣的存档？根据我的个人经验啊，事故高发区一般都是在法国、波兰或者苏联这个位置啊，然后也有很少一部分是发生在了德国。不过一般能把德国给玩崩溃的，我觉得都是有点手法的。在这忙碌的一年里，我已经不知道救了多少次波兰和法国了。不过大家可能更想看的是这个东亚的存档啊。之前因为过审的原因，我一直在避免看东亚的存档。不过大家要是这么想看的话，那我明年也可以解禁一下啊。校长和神秘势力的存档一般来说啊不是特别难救，毕竟匹配难度不一样。不过经常会有一些玩家给我发来一些1945年以后的存档，这个还是让我非常头疼的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启本期的存档锐评吧。首先是第一个法兰西公社的存档，我的评价是救不了一点。我是不知道他是怎么和这个中欧同盟杠上的，而且啊，他这个马奇诺防线是一个兵都没放啊，这个防线是给对面修的吗？再怎么不济，你也要在这个防线上面放个5步师啊，这一点都不放，我有点难崩啊。简单看一下存档描述吧，可以看出这位玩家对自己的操作还是有非常充分的认识。直接就已经开始总结了自己的战败原因啊。首先第一点就是因为法共玩的太少，导致战神经济切晚了。第二点就是军工科技分配有误，产线太晚了。第三点，装备买上头，留给部队的装备不足，这个就有点怪了。装备买多了，应该装备很充足才对啊。再来看一下战线状况啊。意大利方面目前一切良好，战线稳固，北非兵力不足。西班牙方面因为进了意大利阵营，所以放了重兵。德国方面有一点无伤大雅的小问题，相信静坐。另外点了殖民地公投的国策，最后相信静坐可以轻松取胜。本来我觉得这个存档情况还好，不就是边境没放兵嘛？但是他说他给这个德国、意大利都满加强了，顿时让我觉得这个存档有一点不好处理啊，主要是我们卡不了这个 AI 的补给了，所以我们这个补给站守的意义也不大了。而且更加坑的一点是他把这个军工全部修在了边境上面啊，所以本期视频我们还是开一个征币法案吧。还是和之前一样，只要每超过1万硬币我就救一个存档啊。上回是投到了2万硬币，所以我连续救了2个存档，这回也差不多。只不过这次这个存档我不一定救得了啊，它这个难度还是有点太大了。在查看他目前军队状态之前，我们先看一看他到底是怎么造成这种局面的。我也是比较好奇他怎么就被德国宣战了。现在是这个1941年的3月13号啊，德国到底是点了什么国策才宣战的法国？原来是点了这个遏制西欧赤化呀，那就怪不了别人了，只能怪你为什么要变红了。然后令人费解的就是意大利为什么要主动打法兰西？简单调查了一下，应该是突尼斯这个宣称啊。毕竟法国开局的殖民地是有这一块的，虽然现在情况有一点不容乐观，但我们还是有操作空间的。首先就是西班牙这边了，我注意到这个西班牙并没有加入对法国的战争，主要还是因为西班牙它是刚从内战中恢复啊，到这个1944年之前应该都不会进战争啊。他这边自带一个减300加入盟友战争的意愿，也就是说，就算这个意大利疯狂的拉西班牙，西班牙也不会上的。所以说我们这个法国还是有一点点的操作空间，
现在赶回去守巴黎肯定是来不及了，我们得赶紧到奥尔良下面这边开始组织防线，说不定能顶住啊，顶不住我们也就直接记了，可以去做流亡政府了。至于流亡到哪里，我已经想好了，我们可以去英国啊，毕竟现在是可以进他阵营的。但是进了英国的阵营，我们又有很大概率会和西班牙打起来，因为西班牙正在和这个英国打。但是我们同样可以不接受英国的这个邀请战争啊，我们这边走一天时间测试一下。这个德国肯定是会招比利时的，这不用想。现在主要就是想我们能不能进同盟国啊？进去之后的话，其实还好。说不定这个同盟国会来帮我们组织一下新的防线，感觉现在是可以直接献祭一手波兰来给我们争取宝贵的时间。不过我觉得波兰如果不进战争，能在这边帮我们把德国给拖着，可能作用更大一点。总的来说，进同盟国是一个好又不好的选项啊，即使我们不拉波兰，英国大概率也是会拉的。这样的话反而帮这个德国扩张了，我们反而更难打了。只能说聪明的人这时候已经开始学德语了。还好我的德语水平足够用来回答 Reiser。 好，说了这么多没用的，我们简单来看一下法国目前的部队情况吧。还好啊，赤字并不是很大，虽然已经到了1941年，枪还没有补齐，但是好歹给我们留了3000门炮啊，有这3000门炮加2000辆中坦，我觉得还是能和这个德国稍微斡旋一下的。只是可惜他这些部队到现在都没有训练啊，编制的话勉勉强强可以当个前线。我们待会儿就是想办法把这个现有的中坦师给它改装一下，改成36宽，我们沿河防守应该还是能来回拉扯一下的。接下来就是看这个英国人会不会来救我们一命啊。不过看现在英国在家的部队，我觉得他应该也抽不出任何人来了，反倒会先把这个波兰给害死。中坦的设计中规中矩吧，就是可靠性有点差，可能我们还没开几圈就要集体趴窝了。现在这个时间点并没有2级榴弹炮，我的建议还是直接换这种加农炮吧，但是估计它的加农炮也没有研究啊，只能说是非常的惨淡。你这科技是一点都没点吗？我又仔细确认了一下年份，现在确实是1941年啊，你这科技真的就是从来没点过吗？不过还好这个陆军科技落后的不是太多，我们坚持个半年说不定能追上来。最近欧4玩的有点多，一般这时候大伙应该不是在想该如何操作，而是想如何拉关系。我们再来看一看，除了这个同盟国还有谁能拉上关系啊？这边看一下这个沙皇啊，他现在正在正当化罗马尼亚王国，然后罗马尼亚王国被法国给保读了，赶紧撤销保障啊，我可惹不起这位。但是呢他又被德国给保读了，还被俄罗斯给保读了，不知道他会不会打。但是他如果真打的话，那说不定啊能来助我们一臂之力。可惜的是这个沙皇的调色盘里面是一点红色都没有，不然的话我直接干脆自己点一个国策，我也来一个阵营把这个俄罗斯拉进来得了。如果有俄罗斯来牵制这个德国的话，我们这个赢面瞬间就大了很多啊，毕竟都是满加强。或者说我们直接发扬这个欧陆风云4的优良传统啊，直接有条件投降得了啊，他们要多少我们给多少，反正只要锤死意大利就完事了，德国随便他吃吧。好，又到了我们经典的波兰立陶宛时刻啊，这又是一次被左右夹击，不过我感觉这次平读正路的希望非常之大。描述太长我就不读了，简单说一下，就是用2线部队拖住了西线，同时用主力集团军梭哈东普鲁士。
虽然吃了饺子，但是失败了。然后就是因为没有快速拿下德国，导致被两面夹击了，这个也是一个很经典的情况。目前就是这个资源的问题很严重，然后70%的核心都已经被占领了，似乎现在只能靠法国人了。感觉好像每个波兰都是这样的，开战之后就没资源了，最后导致这个库存打完，装备也造不出来，直接就慢性死亡了。虽然现在已经两面夹击，并且人力被打完，只剩一个华沙，但我觉得这局的希望还是非常大的。主要还是这局法国活着啊。一般来说这个时间点法国早就没了，但是因为这个波兰吸引了足够多的火力，导致法国优势非常大。可能也是得益于这位玩家直接梭哈德国吧，所以把德国现在装备都打得差不多了。看来我们这局只要再坚持个小半年，德国应该就会被这个同盟国平推了。即使我们现在已经被黑色、红色两大坨给包围了，但是还是那句话啊，坚定守住就有办法。波兰打了这么久，损失的主要还是步兵装备，也可以看出他的主力师里面并没有多少的火炮。现在的主要编制是这个11步一中防空2炮，还是比较正规的这个中防空编制啊。有如此正规的中防空编制，我觉得继续守下去应该不成问题。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可能就是简短收缩一下防线了。不过我又看了一下，这位玩家的补给还是卡得非常好的 ，AI 的部队基本上都是在一些补给比较偏远的地区，那我们就没必要收缩防线了，反倒是可以开始反攻了。我们第一步要拿下的就是这个比较经典的位置，上西里西亚和卡托维兹啊，这边有我们急缺的钢资源。只要能拿下这2片地区，我们这个枪就又能再造出来了。只要有了枪，我们后续就随便玩了。苏联这边的防御我们则不用多虑，因为苏联的部队状态始终是不如德军的，即使他装备比较满，但是他的进攻肯定没德军那么激烈。我们接着要防守的话，可能还是得在森林这边反复拉扯，反正只要保证这个布列斯特和比亚韦斯托克不掉，这一条线基本上不会崩。南边这片区域虽然利沃夫有一些工厂，但是我觉得可以主动放弃了，毕竟这是一个很大的突出部，浪费掉我们太多部队。如果能把这边的部队全部抽调到华沙这边来组织进攻的话，我们应该就能很快反推了。接下来的作战主要还是以打资源为主，德国应该撑不了多久就要灭亡了，所以我们很快就可以开始准备研究如何对付苏联人了。至于人力这方面，我们是最不用担心的，因为我们现在核心地调完了，所以缺人力，只要回推一点，人力就会回上来。这边没用的部队删一点，也可以回点人力。关于中防空和喷火坦克的设计，我觉得还是要稍微改一下的，毕竟这些东西非常花资源，我们用1级的就可以了。1级的能省下不少钢的，然后装甲也是一样的。尽量以省这个钢为主，喷火坦克则是不要加一些无意义的配件，因为它给的 buff 基本上就没多少软攻啊。一般来说，我们都是想尽办法做成喷火独轮车的，越便宜越好。总的来说，这个存档难度不是特别大。接下来把这个长路归乡点出来，应该就无敌了。视频到这儿，想必大家也已经看累了，我们短暂休息一会儿。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像我一样，晚上经常熬夜晚睡，因为长时间玩电脑，天天低头看手机，肩膀脖子是不是常常又酸又痛？如果你也有这个烦恼，听我的，这款温粘体工学护颈枕就非常值得一试，有助于保护颈椎，更助于睡眠。我睡了也快1个礼拜了，感觉确实很好。以前我最习惯用这种普通枕头，经常会觉得脖子不太舒服，起来浑身不得劲啊。现在用这个护颈枕，这个颈托我能把我的脖子托住。大家仔细看，用普通枕头的时候，脖子下面非常多的空隙，就像过河的独木板，全靠它在使劲，久了这颈椎能受得了吗？这个颈托就像在桥下面给它一个柱子支撑，睡觉力气就省了，脖子也不会累，不就能保护脊椎了吗？
再看看护颈枕用的记忆棉，摸起来感觉比棉花的要硬一点，但是它能够根据你头的重量自动调节适合你的高度，这不就完美的贴合脖子了？这对颈垂的保护不强吗？大家都知道仰睡是对人体最好，可是有些人不侧着睡就睡不着了，怎么办？这个枕头侧睡区就很合理，故意抬高的设计就是避免肩膀被挤压，保持颈椎始终都是顺的，所以这块枕头仰睡侧睡都能够保护好颈椎。只是这种枕头确实少见，万一有朋友真睡不习惯了，放心，他们家承诺33天免费试睡，不习惯直接退，睡坏了也不用担心，2年之内整新质保，睡塌睡裂免费换。凭什么这么自信？因为他家每一块枕头在出厂前都经过56道质量检测，我还特地去看了他家的评论，普遍都说睡得很舒服，能缓解酸痛感。再看看权威的有相关的文献证明，记忆棉在缓解颈椎酸痛上有一定作用。再结合我的真实体验，护颈枕真的不是智商税。最后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，价格怎么说？现在在我评论区能领个大额券，原价快400的枕头现在只要200多，比你直接在某宝下单还要便宜好几十，平均每天只要花3毛多。要是因为没睡好，影响工作效率迟到，颈椎严重一点的，去医院那花的可就是大手笔了。最后祝大家天天睡好觉。再接着来看一个法兰西帝国的存档，这个存档看着很复杂，但是感觉难度还可以呀。简单看一下存档描述，感觉这个存档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，可能是因为玩家太专注于登陆英国了，导致这个下面忘了看了，被西班牙人给钻了空子。检查了一下，好像还不止西班牙，他同时还被这个德国给宣战了，所以北边也漏了。目前情况看起来还是比较危急的，主要是因为他把这个巴黎给丢了巴黎之后，离投降就差一点点了。现在家里面的这些装甲师应该是从冰箱里面临时拉出来的，冰箱里面已经没有部队了。这些装甲师也都是各个没有经验并且没有油的部队。不过再怎么不堪，这个装甲师好歹也是装甲师啊。我觉得即使我们只有个位数的数值啊，也是能暴打这个 AI 的。这个 AI 好像还蹲起坑来了。目前这个情况，我们想快速消灭北边的德意志和南边的西班牙都不太现实，毕竟有美国人参战，可能很快这些战线就会被美国人填上。我们最主要的还是先保命啊，看看能不能借机夺回巴黎。只要能把巴黎拿回来的话，我们这个投降度应该还是能坚持很久的。至于英国这边也是想办法突破一下，他这个明显犯了一个新手常犯的错误啊，就是把所有部队全拉去进攻了，导致这边的补给严重不足。本来我们这个海运就非常的差，还挤了这么多人，这时候应该把大量这些普通部队给它删掉，或者直接拉回家也可以。只不过如果现在拉回家的话，这些部队也没什么战斗力，缺的枪实在太多了，不知道能不能找小弟要一下。不过小弟现在也是有点自身难保。最恐怖的莫过于他的这些运输船啊，基本上算是被抓完了。这法国真的是一点海军都没完，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打赢这个世界大战的。感觉现在这种情况，强攻英国并不能立刻拿下，毕竟会有源源不断的部队去填防线。那我们最好还是选择回救一下，只要留几个师把港口给它守住就行了。大部队回救的话，应该还是能最快把比利时给反杀的。关于装备设计的话，它这个坦克也有点落后了，已经1944年了，我们感觉什么炮都可以用了。现在换炮的话，应该战斗力还是能加强一点的。可惜的是现在没什么军工了，不知道他怎么运营的。或许说他的军工全部种在巴黎这边了。这场战争想要反败为胜的话，最重要的一点还是集中火力消灭比利时。只要能拿下这一片，就能和德国境内的部队打通关系。这样的话，在一起北上消灭德意志，我们就基本上能恢复原有的生产了。接下来慢慢消耗掉英国就可以了。正面部队如果装备不够的话，建议还是把外面的部队删掉一些。我们现在想要坐船回家应该是不可能的。
而且德意志这边的部队很有可能会被包啊，最好还是先往意大利跑吧。感觉往北打的话，很快就要被南边过来的部队给包饺子了。或许我们集中一下德国境内的部队，从这个意大利这边突破回来也是可以的。虽然这边地形比较麻烦，但是只要能回来，后面也是随便玩了。最后再来看一个芬兰的存档啊，这个存档我觉得已经没什么好看的了，因为这个已经记了，他还剩下最后7%的胜利点，感觉根本来不及回救了。这局我是不知道他怎么让第4国际成功了，这边应该算是把整个欧洲都给染红了。这个存档已经没有什么打的价值了。好在这位粉丝还发了一个时间靠前一点的存档，我们直接回到上一个存档吧。上一个存档大概是在半年前，这个时间点战线就健康了许多啊。正常来说的话，苏联想要拿下芬兰应该是很困难的，因为很多地区都是没有补给的，能打下芬兰基本上都是靠登陆啊。但是登陆的部队也不一定有补给，所以想打回去应该难度不大。描述太多我就不一个个读了。这一次开战的主要原因是合并爱沙尼亚失败，然后打爱沙尼亚的时候一下子就加入了共产国际。到了1942年，苏联就把英德联盟给冲没了。芬兰这边也是因为人力紧张，只能撤回列宁格勒了。随后因为这个一直在东线微操啊，导致没有注意左面，被西班牙给登陆了。还不是西班牙，是西班牙傀儡的法国，来不及回防，战线就崩了。目前这个存档来看的话，情况还好啊。不过我没搞懂他为什么要把这个分俄属俄罗斯给放出来啊。如果我们正常点这个分俄国策的话，是能吃到核心的。有了这个核心的话，我们后面人力应该也不会太缺。这样一来的话，我们就只能用小弟的人来打了。而且现在这个信任度不是很高，主要问题是小弟他现在也没有人啊，就算我们去要也要不到，这个存档就非常难打了。我只能说守是肯定守得住的，但是想打出去基本上没什么机会。不知道这位玩家是不是对苏修有什么误解？这一局苏联明显走的是这个左线啊，走了左线之后又转了中间，点了最高苏维埃，这条线应该算是比较强的一条线了。目前这个苏联 debuff 已经全部消完了，而且小弟有点多，感觉比玩家玩的都好啊。这种情况我们想要反杀苏联还是非常难的。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我们先给他多做几次合作政府，做完3次之后，我们想办法憋点装甲师突破一下，说不定还有机会。不过主要问题还是这个人力问题啊。正常来说，我们玩分俄的话是能把周围这片地区的人力全部整合到手的，现在基本上不可能了。而且这些小弟并不是玩家，如果是联机一起玩的话，大家攒一攒人力还是能把这个苏联给打败的。但是芬兰单独一家的人力，我觉得就算开了榨干也不一定够啊。再来看一下坦克的设计，这个明显是设计错了，你是不是忘了换成喷火了？然后中防空也是贵的离谱，没必要装这些炮塔的。换成员炮塔主要也是为了加一点点突破而已。目前这个存档输肯定是输不了，但是想赢的话还是非常折磨的。首先就是要把这个装甲部队重新整理一下，这明显是假的装甲师，毕竟坦克设计的都不对。然后就是多造点田线师，帮盟友把港口堵上，先帮盟友把这些点位全部守住，接下来再做一些正规装甲师，徐徐图之，还是能慢慢拿下苏联的，毕竟已经有这个分俄了。到时候占领的地区全部扔给他，我们人力也不是特别缺。虽然现在苏联很大，但是作为这个轴心国的领袖，还有这个北欧合作同盟的领袖啊，他们应该不太容易投降，所以我们还是能拉扯着打好几年的。